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无数人困扰的难言之隐——便秘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人体肠道的蠕动能力在减弱，再加上现代人饮食纤维不足，运动量少，便秘几乎成了很多中老年人的标配。有调查显示，65岁以上的银发族中，大约每4人就有1人长期被便秘困扰。80岁以上高龄者中，甚至有近80%出现不同程度的排便困难。所谓便秘，一般是指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或者即使每天排便，但过程十分困难，粪便干结。若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，就可称为慢性便秘，需要特别注意。有人戏称人生有3大幸福：吃得下、睡得着、拉得出。可见顺利排便对健康和生活品质有多么重要。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却正被排不出粪便的痛苦折磨着，小腹胀满、食欲不振、头昏脑胀，甚至皮肤暗沉长痘，这些都可能是长期便秘累积的恶果。更严重的便秘还可能导致粪便欠塞，需要到医院用人工方式将干硬的粪块取出，非常痛苦。长期便秘也容易诱发痔疮、肛裂，甚至有研究发现与大肠癌的风险增加有关。由此可见，便秘绝不是小事，必须及时改善。提到解决便秘的妙招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吃香蕉。毕竟香蕉软糯香甜，还含有膳食纤维，被广泛认为有通便的作用。但香蕉真的是通便灵丹吗？其实未必。如果吃错了香蕉，可能不仅无法通便，反而越吃越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香蕉的通便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熟度。绿色未熟的香蕉富含抗性淀粉，这种淀粉在肠道中难以被分解，反而容易造成便秘加重。只有熟透的香蕉富含果胶等水溶性纤维，才能帮助软化粪便，所以吃对香蕉才能通便，吃错香蕉可能适得其反。此外，香蕉本身的含糖和钾量也相当高，一些特殊人群其实并不适合靠吃香蕉来解便秘。前不久就有一对同患慢性肾病的老夫妻，因为长期排便不顺，听信了香蕉通便的说法，每天吃下3到4根香蕉，希望以此改善便秘。刚开始似乎有点效果，但没过多久，他们的健康竟亮起红灯。复诊检查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2位老人的血钾值飙升到了危险水平。原来肾功能不佳的人无法有效排出体内多余的钾，而每根香蕉就含有360多毫克的钾离子。连续大量吃香蕉导致血钾过高，引发严重心律不整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幸好医生及时制止了他们继续狂吃香蕉的行为。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香蕉虽好，却非人人适用。如果本身有肾脏问题或血糖偏高，靠吃香蕉通便反而可能暗藏风险。而且许多顽固便秘的人也会发现，每天1根香蕉下肚，该排不出的依然排不出。看来单靠香蕉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其实在香蕉广为人知之前，古人早就在寻找其他通便的良方。清朝时就有一则有趣的传说，乾隆皇帝晚年深受便秘困扰，御医们开了无数方子都无济于事，龙颜大怒，却一筹莫展。最后还是民间献方，用了一种谁都吃得起的粗粮红薯，居然奇迹般治好了皇帝的顽固便秘。据说乾隆此后每天早上都要蒸1-2个红薯当点心，从此排便通畅，再也不用太医催肠药。这听起来颇有戏剧性，但红薯通便确实有科学道理。番薯也就是地瓜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尤其是红薯皮中的纤维更为丰富，而且番薯中还含有一种天然的糖醇山梨醇，可以轻微刺激肠道蠕动，软化粪便。所以民间自古就有红薯是肠道清洁工的说法。不过红薯的纤维含量每100克大约也只有3克多，只比香蕉高出1倍左右。除了红薯之外，民间还有不少治疗便秘的偏方。有人每天清晨空腹喝1大杯淡盐水或蜂蜜水，希望借由水分刺激肠胃蠕动。有人睡前尝试食用几匙芦荟凝胶，或者服用少量橄榄油，利用润滑作用软化粪便。也有人坚持吃黑芝麻、松子仁这类富含油脂的种子，认为可以滋润肠道，帮助排便。这些方法有的对部分人确实有效，但对于顽固的慢性便秘而言，往往作用有限。
难道就没有一种更给力又安全的天然通便方法了吗？答案是有的。最近几年，营养学家们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通便之王的天然食材，其润肠通便的威力远远胜过香蕉等传统食物。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肠道救星，它就是奇亚籽。奇亚籽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，但你一定在超市或养生店的货架上见过这些黑色或灰色的小种子。奇亚籽原产于中南美洲，是古代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主要粮食之一。相传古代战士远征时，随身只带一小袋奇亚籽就能维持体力走完长途，足见其营养价值之高。现代科学分析也证实了奇亚籽的厉害之处。首先，奇亚籽的膳食纤维含量极其惊人，每100克奇亚籽中含有约34克膳食纤维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要知道，每100克香蕉的纤维只有大约 1.6 克，一比较就会发现，奇亚籽的纤维含量足足是香蕉的20倍以上，堪称天然食物中的纤维冠军。难怪奇亚籽会被奉为通便之王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吃下100克奇亚籽，那相当于满满一碗，热量也不低。实际上，每天只需要1-2汤匙奇亚籽，约10至20克，就已经提供了数克纤维，相当于好几根香蕉的纤维总和。这些纤维大部分属于可溶性纤维，遇水会形成凝胶状物质，这正是奇亚籽通便的秘密武器。当我们把奇亚籽泡在水中，它会迅速吸水膨胀，在每颗种子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的凝胶。喝下肚后，这些凝胶纤维在肠道内如同润滑剂，加上体积变大，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和含水量，刺激肠壁的神经末梢，促进蠕动。同时，柔软的凝胶会包裹着粪便，使粪便变得湿润软滑，更容易顺利排出。有人形象的比喻说，奇亚籽就像贴心的小海绵，在肠道里一边走一边擦，一方面吸附水分，变得膨润，让肠道时刻保持湿滑，另一方面又像小刷子一样推动肠道内容物前进，把粘附在肠壁上的脏东西一并带走。很多长期便秘的人开始每天喝一杯奇亚籽水后，明显感觉到腹中陈年的宿便被一点点扫除干净。尤其是那些好几天解不出大便的朋友，常常在喝了奇亚籽水的第2天就火速冲向厕所，排出又黑又臭的大量粪便。别害怕，那正是体内积存已久的废弃物终于被清理出来了。有一位80高龄的刘奶奶，多年来深受严重便秘折磨，每次排便都要耗费很大力气。亲友推荐她尝试每天早晨空腹喝一杯温热的奇亚籽水。刘奶奶半信半疑的连续喝了3天，结果第3天夜里突然感到肠鸣阵阵，上厕所时就像洪水决堤一般，一下子排出许多又干又硬又恶臭的宿便，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此后，刘奶奶坚持每天早上喝一杯奇亚籽水，排便越发顺畅，再也没出现过严重便秘。小小一杯奇亚籽竟发挥了如此大的威力，让她逢人就夸，这杯种子水真是她的救命神水。相比之下，用清水灌肠虽然也能临时冲掉部分直肠内的粪便，但对附着在肠道皱壁里的顽固宿便却无能为力。而奇亚籽纤维形成的凝胶在肠道中所到之处，相当于给肠壁做了一次温和的深度清洁。那些光靠喝水冲不掉的残留垃圾，也会被奇亚籽的凝胶慢慢擦拭包裹，最终一并排出体外。难怪有人夸张地说，喝了奇亚籽水后，肠道干净得比用清水冲洗还彻底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，我们的肠道不可能真的像心水管一样一尘不染。不过，当常年积存在肠壁上的废弃物逐渐清除后，肠道功能确实会明显提升。很多人持续用奇亚籽调理一段时间后发现，不仅便秘好了，小肚子也平坦了，整个人觉得更有精神了。这里顺便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宿便清除后小肚腩会悄悄消失。首先，顽固便秘者腹部突出的所谓大肚腩，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肠道中堆积的粪便造成的胀腹，看起来肚子大了一圈。当这些积存多时的宿便被排出，腹部自然就会变得平坦轻松。其次，奇亚籽丰富的纤维让人更容易有饱足感，可以减少暴饮暴食，对控制体重也很有帮助。许多人发现通便顺畅后，新陈代谢变好了，
下腹不再老是胀得像吹气球，加上饮食变得节制，体重也跟着下降。可以说，改善便秘是减少腹部赘肉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当然，需要强调的是，排出宿便后腰围缩小，更多是因为肠道内容物减少和腹部消胀，而不是脂肪瞬间不见了。但这依然会让人看起来苗条许多，腰带松了好几个扣呢。奇亚籽除了通便，还为健康带来了额外的惊喜。它富含植物性 Omega-3 脂肪酸，有助于抗炎和维护心血管健康。钙、镁、磷等矿物质的含量也很高，有益于骨骼强健。更棒的是，奇亚籽基本不含糖分，升糖指数极低，热量相对谷物而言也不算太高，因为食用量不大。对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或想减重的人来说，用奇亚籽来润肠通便，就比吃含高糖的香蕉、蜜饯之类安心得多。不仅如此，奇亚籽还是益生菌最喜爱的食物之一。它所含的纤维在大肠中会被部分益生菌发酵利用，产生短链脂肪酸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，不仅进一步刺激肠道蠕动，还能修复肠黏膜，维持肠道菌群的良好平衡。肠道里的好菌多了，坏菌就会减少，粪便中各种有毒的代谢产物也会变少。许多研究指出，慢性便秘患者的肠道菌群常常失衡，所以除了直接补充纤维促进排便之外，奇亚籽还能间接改善肠道环境，从根本上提高肠道的健康度。毕竟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和最大的免疫器官，肠道清爽，菌群旺盛，人的精气神自然与众不同。可能有人要问了，既然奇亚籽这么好，我是不是可以狂吃特吃，恨不得把它当饭吃？千万别这么做，任何东西都有个度。奇亚籽固然是宝，但纤维摄入过量同样会带来麻烦。一般来说，每天10到20克奇亚籽，1大匙左右就足以发挥通便效果了。如果一次吃得太多，反而可能引起腹部胀气不适，因为肠道里的细菌一下子加餐，产生的气体会让你不停放屁，甚至感到腹痛，而且纤维过多还可能干扰某些矿物质的吸收，所以务必要适量而为，让身体慢慢适应纤维摄取的增加。还有一点非常关键，吃奇亚籽一定要搭配充足的水。如果干吞奇亚籽又不喝水，那些种子在食道和胃里吸水膨胀，可能造成梗阻或者让便秘更严重。因此，正确的用法是将奇亚籽提前泡在水中，让它充分膨胀成凝胶后再吃。或者如果直接吃干的奇亚籽之后，一定马上补充大量的水。总之，水和纤维的结合是黄金搭档，两者缺一不可。难怪营养师们都强调，平时除了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纤维，也千万不要忘记多喝开水。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够1500至2000毫升的水，肠道有了充足的水分，大便才能保持软滑，顺顺利利的排出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，除了奇亚籽，还有没有其他能帮助通便的天然法宝？当然有，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肠道好朋友非常多元。我们前面提到的红薯是其中之一。此外，像西梅干，俗称洋李干、奇异果、火龙果、牛蒡、苹果等等，也都对预防和改善便秘有不错的效果。比如西梅干富含纤维和天然山梨醇，早就是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通便零食。又比如奇异果、猕猴桃，近年有国际研究证实，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显著增加排便次数，而且没有副作用，堪称水果界的通便新秀。红心火龙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小黑种子，很多人吃了也明显感觉排便顺畅。蔬菜里面，芹菜、菠菜等绿叶菜因为富含粗纤维，是刺激肠蠕动的高手。根茎类中，牛蒡的纤维含量非常高，被称作通便小能手。这些食物各有千秋，搭配起来食用，对肠道健康大有裨益。不过要论综合实力，奇亚籽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翘楚。它几乎兼备了上述食物的所有优点，纤维含量远超其他任何水果蔬菜，既含有不溶性纤维，也含有水溶性纤维，不含多余的糖分，营养密度又高，而且食用非常方便。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把肠道健康比作一场战争，奇亚籽就像一位全副武装、战斗力爆表的猛将，在通便这件事情上所向披靡。
最后，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正确使用奇亚籽的方法，方便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。最常见也最推荐的吃法就是直接喝奇亚籽水。具体做法非常简单，取1大茶匙约10克干燥的奇亚籽，倒入大约250毫升的温开水中，轻轻搅拌一下，静置15分钟左右。你会看到奇亚籽慢慢吸水膨胀，杯子里的液体变得粘稠，好像充满了一颗颗晶莹的小珍珠。这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少许蜂蜜或柠檬汁调味，如果不加，其实也几乎没有味道。然后搅拌均匀，连同已经焦化的奇亚籽一起把整杯奇亚籽水喝下肚。喝完稍等片刻，奇亚籽就在体内开始发挥作用。如果是早晨空腹饮用，大多数人当天就会感到便意临门。如果晚上睡前喝，隔天清晨通常也能顺利如厕。1周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排便变得规律而轻松。过去好几天拉不出一点点的窘况逐渐不见了，现在几乎天天都能舒畅排便，整个人感觉轻松了许多。当然，除了饮食调理，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。比如尽量固定每天的如厕时间，给肠道建立稳定的生物钟，饭后适当散散步，能促进肠胃蠕动。切忌长期憋便，一有便意就该及时上厕所，否则经常忍着不排，会让直肠对膨胀的耐受度提高，下次更不容易有便意。学会放松心情，减轻压力，因为精神压力大也会干扰肠道的正常蠕动。另外，如厕时的姿势也值得注意，建议排便时在脚下垫一个小凳子，让膝盖高于髋部，模仿半蹲的姿势，可以减少直肠的弯曲阻力，更顺利地排出粪便。这些健康的生活细节配合奇亚籽等高纤食物的摄取，才能形成良性循环，从根本上告别便秘的困扰。总而言之，便秘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直用错方法对付它。过去我们可能过分依赖香蕉这种传统偏方，却忽视了它的局限。有些人甚至长期求助刺激性的泻药，结果弄得肠道越来越懒惰脆弱。现在我们找到了更科学有效的选择，每天来一杯富含纤维的奇亚籽水，再配合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就能温和地赶走体内陈年宿便，让肠道畅通无阻。当你不再为排便难而烦恼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整个人生仿佛都亮堂了起来，精神头更足了，皮肤红润了，肚子平了，连情绪心情都跟着舒畅起来。古人说，常畅人长寿，确实很有道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每一位受便秘困扰的朋友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妨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大大的改变，试试这个比香蕉强20倍的通便之王，每天1杯，为你的肠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相信不久之后，你也会由衷感叹，原来轻松排便是这么简单又美好的事情。